提到自己老婆的时候，布鲁斯·韦恩斯坦表情变得异常愤怒。以前，他就像是一个超高强度的压力锅，不断将长时间以来产生的怒气死死地积压在心底。可是现在，叶晨帮他打开了压力锅的泄压阀，于是他本能的要将所有怒气瞬间释放出来。于是，在视频中，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关于马特·罗斯查尔德先生安慰我老婆的视频，我稍后会同步放出来。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更劲爆的内幕要告诉大家。”说着，他又切换摄像头，拍向关押着周彼得的密室大门，继续道：“就在我眼前这个地下密道里，秘密关押着一位得罪了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嫌疑犯。有趣的是，为嫌疑犯是因为盗窃罪被纽约警方逮捕的，而后又由纽约曼哈顿法院判决其盗窃罪名成立，并且让其在布鲁克林监狱服刑。可就是这样的一位犯人，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密关押在了这里，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这里对其进行了多次非人道的私自审讯和暴力折磨。随后，布鲁斯·韦恩斯坦推开了密室的铁门，拍着被铁链锁住的周彼得，开口道：“诸位可以看一看，这就是你在美国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下场。即便你已经被警方逮捕，即便你已经经历了公正的审判，并且为你的行为付出了法律让你付出的代价，可一旦你惹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他们还会用他们的方式继续折磨你、羞辱你，甚至有可能秘密干掉你。”布鲁斯·韦恩斯坦微微一顿，冷声笑道：“看看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家族，拥有着无数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权利和特权，想睡谁就睡，谁想关谁就关，谁想打谁就打，谁想杀谁就杀谁。所以我在这里衷心地告诫诸位，只要你在美国生活，一定要离罗斯柴尔德家族远一些，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些你惹不起的大人物。”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条视频刚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立刻火爆，但由于其爆炸性的内容，起初看到这条视频的观众都下意识在第一时间下载保存了这段视频，并且立刻将这条爆炸性的视频分享推荐给了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毕竟，对整日看八卦新闻的网友来说，虽然网上的瓜千万，但吃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么大的瓜，绝对不容易。这种感觉就像是整日买彩票，却从未有机会中的头奖。所以，得益于这条视频惊人的用户粘度以及分享率，这条视频的观众也在以几何倍不断攀升。而这条视频也确实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愤慨。在美国社会，公器私用以及干扰司法公正的丑闻杀伤力非常大，一旦被曝光，就算是总统也要承受其带来的后果与代价。大名鼎鼎的水门事件，充其量不过就是窃听和窃取竞争对手的政治机密，可当时的总统还是在巨大的民愤下选择辞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布鲁克林监狱干的事，性质比当初的水门事件要恶劣得多。这种事情能瞬间戳中美国民众的神经，让他们感觉到强烈的愤怒与不安。所以，凡是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咬牙切齿。而就在这个时候，又一条视频被曝光出来。这条视频清晰地展示了，当布鲁斯·韦恩斯坦在他位于拉斯维加斯的豪宅门口亲吻了他的妻子，并依依不舍地与他道别，前往机场之后，马特·罗斯柴尔德紧随其后，便来到了布鲁斯·韦恩斯坦的家里。而布鲁斯·韦恩斯坦的妻子用更加热情的激吻回应了马特·罗斯柴尔德。随后，两人一路亲吻着来到布鲁斯·韦恩斯坦与他妻子的卧室，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一场毫无遮拦的肉搏战。这条视频一经发出，便因为极大的尺度吸引了一大批相关爱好者的观看，而视频网站的独特算法立刻判定这是一条非常值得推荐的优质内容，于是便立刻对这条视频进行了自动化的算法推荐。这种算法推荐最为神奇的是，它将用户以为的下一屏内容调整为了灵活机动的算法模式。原本用户看到第一屏的时候，
算法已经给他自动准备好了第2屏要展示的数条内容，但这些内容对用户来说等于是潘多拉魔盒。用户在没有将屏幕滑下去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下面这几条内容是什么。所以这就给了算法一个快速广播热点内容的机会。一旦算法里发现此刻有快速发酵并且深受用户喜爱的内容出现，它就会立刻趁机将所有正在浏览当前屏幕内容用户的下一屏内容替换掉，确保更多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看到这条爆炸性的内容。于是这条视频一瞬间便引燃了整个美国互联网。而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因为看到第2条视频，所以又返回去看了第1条视频。这些人原本只是想在无聊的深夜看一看少儿不宜的东西，可没想到却因为这条路径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敏感的政治漩涡。其中甚至有人前脚刚把裤腰带解开，把卫生纸拿出来，后脚就愤怒地将卫生纸丢在地上，骂骂咧咧的双手开始回帖，并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为发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察觉到这2条视频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在自己掌控的视频平台上将这2条视频删除下架，并且封掉了布鲁斯·韦恩斯坦的视频账号。可问题是，当下最火爆的短视频平台却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上最火爆的短视频平台早在1年多以前就被叶晨收入囊中，所以布鲁斯·韦恩斯坦发在这里的内容完全不受任何影响。这时候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炸了。面对视频越来越高的播放量以及越来越多的谩骂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负责人70岁的霍华德·罗斯柴尔德顿时震怒，他立刻下令召集所有子孙开始线上会议，尤其点名让马特·罗斯柴尔德明天必须到纽约当面向他解释。可是此刻的马特·罗斯柴尔德已经关了自己的手机，在自己一个堂弟的家里与他的老婆体验着偷情的快感。他的堂弟同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是他第5个叔叔的长子，去年刚刚结婚，婚后不久老婆就被马特勾搭上了。每一次当这个堂弟离开纽约到海外出差，他都会与他老婆偷偷幽会。视频会议中，所有儿孙都陆陆续续上线，包括那个正在被马特戴绿帽子的堂弟，也在千里之外的南非连入了视频会议。唯独惹出祸端的马特自己迟迟没有出现，这让霍华德大为震怒。他穿着睡衣，对着镜头以及屏幕上几十名儿孙怒吼道：马特那个混蛋在什么地方？闯下这么大的祸，竟然还不第一时间现身。马特的爸爸罗伯特慌乱不已地说道：父亲，我给马特那个混账东西打电话，可他的电话无法接通，估计是已经关机了。霍华德暴怒，训斥道：关机了就找不到他，你难道就这么一点能耐？他助理呢？他的司机呢？他的保镖呢？就算他现在还在偷情，起码也会有保安暗中保护吧。5分钟之内，如果你还没办法让他出现在视频会议里，明天一早你和马特你们一家人立刻离开美国，离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罗伯特吓得魂飞魄散，让他离开家族，那岂不是等于直接被驱逐了？恐慌不已的他立刻掏出手机，给马特的安全负责人，也就是贴身保镖头目打了过去。电话接通，他便直接开口问道：杰克，马特在哪里？杰克此时就在马特偷情场所的门外车内，作为保镖，他全心全意保护马特的安全，所以根本没有关注网络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到马特父亲的电话，他也第一时间想要掩饰一下，于是便道：老爷，少爷已经休息了。罗伯特连忙嘱咐道：立刻进去叫他起床，告诉他5分钟内登录视频会议，这是他的爷爷要求的，绝对不能有任何拖延。这时年迈的霍华德走到罗伯特跟前，拿过他的手机，打开扬声器，冷声说道：我让人把视频会议的地址发给你，你立刻连进来，然后再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马特面前，不需要事先通知他，我要清楚地知道
这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王八蛋，此时此刻到底在做什么？杰克慌张地说道：“尊敬的族长先生，马特少爷现在可能不太方便。”霍华德顿时吼道：“我不管他方不方便，立刻马上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你敢跟他串通起来糊弄我，我就要你的命。”杰克一听这话，便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虽然自己是为罗伯特和马特这对父子效劳，但霍华德·罗斯柴尔德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在他面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其他人都微不足道。于是他咬了咬牙，立刻按照提示登入视频会议，随后面对除了马特之外的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核心成员，对身边2名手下说道：“你们2个立刻跟我一起冲进去，